美术这边简直超神，好吧？但是奈何其他组超鬼，你带不动啊！我是谁？快，去做些有趣的事让我看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塔。距离八重神子的推出已经过去14天了，大家也冲了14天了。B 站这边直接冲了10万多评论。要知道钟离那会儿时值才冲了2万多，最多的一条动态也就5万多，只有八重的一半都不到。这也确实可以反映出来，绝大部分玩家对八重神子的现状都是不满意的。毕竟他可是官方正儿八经预告的第一个到期角色，其实铺垫了很久，人气是很高的。如今除了一个好看的模型以外，确实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了。老粉都是了解我的，我很少批评角色。我从2020年9月15号玩原神到今天，批评的最狠的一个出版钟离，一个就是八重神子。其他的角色我都还是比较肯定的，不信大家可以去翻我以往的视频。就连大家最不看好的万叶、萧公、星海，我也是保持肯定态度，在很努力的寻找他们的闪光点以及适配人群。但是这次的八重神子，我玩了这么多天，愣是没发现他有什么闪光点。那么这个角色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究竟为什么会出现相比出版钟离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表现呢？究其原因，主要有5个大问题，小问题都不说了，只说大的。第一 ，E 技能伤害太低 ，Q 技能虽然伤害尚可，但是 CD 太长，2个技能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点。第二，产球率太低，能量却要求90能量，需要雷神，但是却无法和雷神组成新的体系，以及无法替代雷神现有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第三，E 技能的自动锁敌非常迷惑，在实战中经常会锁定一些怪物以外的东西，浪费输出。第四，作为一个脱手 C， 一套技能下来却需要驻场接近7秒之久。你知道胡桃打一套完整的 E 技能才几秒吗？才9秒。到底什么才是脱手 C？ 不知道设计师在设计八重技能组的时候，有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吗？第五，角色定位不明朗，反应不完整，没有专属圣遗物，没有配套环境，说白了就是赌售后。那你说我抽它干嘛呀？我抽它是为了爽的呀！我辛辛苦苦真金白银的把它抽出来，我玩的又不爽，还要赌那个不一定存在的售后，那你说玩家会买单吗？自然不会。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如今冲了10万多条评论的原神盛世。但是即使被冲成这样了，截止到今天为止，官方依然没有对八重神子做出任何回应可能在他们眼里这个角色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认为没问题，你怎么冲都没有用。估计这个角色以后就这样了，技能组肯定是不会改的，想都不要想，只能期待一手传说中的售后。那么既然八重神子已成定局，我们不妨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吧，测试服。我就纳了闷儿了，这测试服一天到底在测什么？有人说在测 bug 测新怪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们要知道原神的支柱是什么呢？正是角色。我个人认为在测试服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测角色，不是让你在里面玩角色呢。那里面那么多的测试员测了1个多月，最后正式上线的八重神子就是个这。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八重的反馈没有看到多少，反倒是成天都在讨论空壳，注意力全都转移到空壳上面去了，不愧是原模呀。结果最后一出来呢，空壳也就那样，无脑网伤害就完事儿了，反倒是八重神子出了大问题。所以测试服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它到底有没有正确的给官方进行引导、进行反馈呢？官方又是否针对这些反馈做出来有效调整呢？对吧？这都要打一个问号。好吧，目前看来，如果不进行售后，八重神子这个角色注定将会是一个悲剧。这是整个设计组、策划组、运营组、公关组、测试组所有员工不作为导致的悲剧。除了美术组，美术这边简直超神，好吧？但是奈何其他组超鬼，你带不动啊！对玩家来说是悲剧，对官方来说同样也是。玩家不再敢贸然的对角色进行消费，怕下毒，怕售后，怕不完整。官方也丧失了玩家对他的信任，损失了流水。UP 我仅代表个人，希望这种悲剧就到此为止吧。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原神的相关组员可以以此为鉴，创作出更多、更好、更优质的角色。因为长此以往下去的话，如果再出现第2个八重，甚至第3个八重，星星之火。